我妈出院后，随手买了2张刮刮乐，税后中了100万。我高兴的表示总算能把医疗费的账平了，我妈却板起了脸。这是我的钱，还没到手，你居然有脸就这么惦记上了。兑奖后，我妈给大哥家的孩子掏了30万首付，给三弟家的闺女20万买了辆车，剩下的50万她存在了三妹的名下。我跟着你住，退休金也由你支配，你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可他退休金只有1500，每个月慢性病吃药就花出去1200，我彻底心寒。于是这一次，我没再拒绝公司的调令，在家庭群艾特所有人。各位，我即将去昆市生活，只能住30平米单间，以后妈交给你们照顾，我会按时打我那份的赡养费。消息刚在家庭群里发出去，手机就疯狂震动。大哥李伟的语音先弹了出来，压着火气：李阳，你什么意思？妈这病刚好，你就撂挑子不干了？三弟李斌紧随其后，声音尖利：二哥，你太自私了吧？为了个破工作，连亲妈都不要了，你还是人吗？三妹李丽发来一串哭泣的表情：二哥，你别吓我，妈离不开你的。我还没来得及回复，我妈那条标志性的60秒语音就来了：李阳，你这个白眼狼，我算是白养你了，翅膀硬了是不是？要抛弃我这个刚从鬼门关回来的老娘，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我盯着最后那句话，气笑了。我直接在群里打字回复：妈，你出院的3万块手术费和后续2万块的康复费都是我付的，发票还在我这。你中的100万里，我连这5万都没拿回来。群里安静了几秒，三弟立刻跳了出来，扮演着他的孝子角色：二哥，你太过分了，妈每个月1500的退休金，光吃药就1200，只剩300块生活，你算那5万块有意思吗？这些年要不是你帮衬着，妈怎么活？你现在要走，是想逼死她吗？这番话瞬间让我成了不孝子的典范。我没有争辩，而是平静地将一份文件甩到了群里。这是我前几天帮妈整理医保报销单时，无意中发现的她慢性病的购药清单和医保结算单。文件上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她吃的特效药标价确实昂贵，但这药其实已经在国家医保报销的名录内，每个月她实际自费的金额只有138元。群里瞬间死寂，每个月我妈都得哭穷，声泪俱下的告诉我，吃个药都得花1200元，而她实际上每月手里都握着1062元的差价，可以自由支配。她用我的孝心，心安理得地榨取着我的一切。我正对着手机屏幕冷笑，老婆林晓下班回了家，看到桌上的那份清单，林晓脸色铁青，她一言不发，转身进了储藏室，从一个旧箱子底翻出了一个笔记本。这是我上周大扫除时无意中发现的，当时没在意，现在看来全对上了。笔记本的扉页上是妈妈的笔记，写着4个字：人情往来。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笔人情支出，给大哥儿子买金锁的日期和克数，给三弟女儿交兴趣班费用的金额，给三妹未来婆家送礼的清单和价格，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母亲不仅用天价药费的谎言骗取我的同情和供养，还心安理得地用省下来的钱以及我给的生活费，无度地去补贴着她真正心疼的儿子和孙辈们。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这个本子里没有一笔开销是为我或者为林晓或者为我们这个小家支出的。我气得浑身发抖，点开家庭群，艾特了所有人，然后将那本账本的每一页都清晰地拍照发了上去。明天晚上7点开家庭会议，把我这5年承担的所有生活开销、垫付的5万医疗费全部算清楚，不来我就把这些证据原封不动地寄到你们的单位和家属院。我看着账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心彻底死了。这5年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冤大头。李阳，你非要这样吗？我家的客厅里气氛凝重，妈妈被三妹李丽和三弟李斌簇拥在沙发的正中间，显然已经提前酝酿好了情绪，眼圈通红，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姿态。我没有给他们先发制人的机会。既然账本和药费单大家都看过了，那些被骗走的钱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今天只算一笔更清楚的账。我将一份全新的、打印的更厚的4纸轻轻放在了茶几上。这5年不算我和林晓在这个家的日常吃穿用度，只算我个人为这个家为妈额外付出的所有开销，包括但不限于您2次住院的全部费用，日常给您买的保健品、衣服鞋袜，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红包，以及这次的5万医疗费。我顿了顿，说出了最后那个数字，总计237218元。如果说昨晚那个秘密账本是让他们感到羞愧和难堪，那这份精确到个位数的清单以及后面附带的一沓厚厚的发票、转账记录复印件，则让他们感到了真正的恐慌。他们预想过我会声讨、会哭闹、会指责，但他们谁也没预料到我会把账算得如此清晰、如此决绝。大哥下意识地拿起了那份清单，手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三妹李丽最先反应过来，她那张天真无邪的脸上写满了委屈。二哥，你怎么能算得这么清楚？我们是一家人啊，妈平时不是也最疼你吗？她补贴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刚起步，不像你和你老婆那么有能力。三弟李斌立刻接上话：对啊，你一个当哥的多付出点不是应该的吗？非要跟弟弟妹妹计较，你丢不丢人？我冷笑一声：应该的，我付出的时候你们心安理得的享受，觉得是应该的。那妈中了100万，大哥家拿30万首付，三弟家提20万新车，三妹名下存50万，你们热热闹闹分钱的时候，有一个人哪怕1秒钟想过这些年为这个家垫付了23万的二哥连本金都没拿回来吗？你们花着这笔天降横财心安理得的时候，谁站出来说一句不应该了？我的话像一记记耳光扇在他们脸上，火辣辣的疼。道理上被驳得体无完肤，我妈终于开始了她的终极表演。她猛地一拍大腿，干嚎起来：我白养你这么大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她指着我的鼻子，眼泪说来就来：你这是要逼死我啊！为了几个臭钱，你连妈都不要了。我告诉你，李阳，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今天有本事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面对这熟悉的撒泼打滚，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我静静的等她哭声稍歇，换气的间隙，才缓缓开口：妈，先别激动，我们先不说这23万，就
就说中奖那天买那张刮刮乐的20块钱是我早上出门前转给您买菜的钱，对吧？我这里还留着转账记录呢。一句话让全场再次陷入了死寂。大哥李伟第一个反应过来，眼神里充满了警惕。你什么意思？我没说话，只是解锁手机，点开微信，找到了那天的转账记录。屏幕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转账金额20.00元，备注是3个字买菜钱。我将手机屏幕转向他们，这张中奖彩票是用我的钱买的，从法律上讲，这属于委托代购，也就是说，这笔100万的奖金，实际的合法归属人应该是我。这番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小小的客厅里轰然引爆。三妹李丽的脸色瞬间惨白，她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那50万，她还没来得及转走，大哥和三弟也彻底慌了。他们拿到的钱已经变成了房子和车子，是吐不出来的骨头。反应最快的还是我妈，她从沙发上垂死病中惊坐起，尖叫道：“你胡说，你放屁！那是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的。你给我的钱我早就用完了，我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我平静地看着她，是吗？可我记得很清楚啊，您当天的钱包里只有一张我前一天给您的10块钱零钱。我们家小区门口那家彩票店有监控，老板也认识您，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对质，看看您那天除了我转的这20块，还有没有别的钱付账。三弟李斌噌的一下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李阳，你疯了吧？你还有没有良心？为了钱，你连妈都讹，你还要不要脸？”我懒得理他，目光重新落回我妈身上，一字一句地说：“本来我没想要这100万，我只要2样东西：第一，把我垫付的237218元还给我，你们兄妹3人平摊；第二，从今往后妈的赡养费我们4家平摊，医疗费也一样，谁也别想跑。”听到要平摊，刚才还对我喊打喊杀的几个人立刻变了脸色。三妹第一个尖叫起来：“我才刚工作，哪有钱？”三弟也立刻叫嚷：“我车贷房贷压力那么大，你让我怎么摊？”大哥皱着眉，还在试图用他那套和稀泥的理论来道德绑架我。小杨，一家人非要闹得这么僵吗？传出去不好听。不僵，要么你们今天把欠我的钱给我，签好赡养协议，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要么我们法庭上见，到时候谈的就不是23万，而是这100万的归属权了。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不再看他们那一张张精彩纷呈的脸。我给你们3天时间考虑，3天后我的账户上收不到钱，我会直接走法律程序。你们可以赌一下，看我敢不敢？3天期限的最后一晚，大哥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前所未有的缓和。小杨啊，钱我们凑了凑，但是真的凑不齐23万啊！你看能不能少一点？都是一家人，别把事做绝了。我听着电话那头虚伪的腔调，直接打断他：1分不能少。大哥，都到这个地步了，就别再耍花招了。三妹账上那50万，1分没动吧？电话那头瞬间沉默了，几秒钟后，一个尖锐的哭喊声从听筒里传来，是我妈。李阳啊，你这个天杀的，你这是要把我们全家都往死里逼啊！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养出你这么个讨债鬼啊！紧接着，电话里传来大哥惊慌失措的叫声：“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快叫救护车！妈心脏病犯了！”啪的一声，电话被挂断了。我愣在原地，老婆林晓走过来，从身后轻轻抱住我：“别上当，这是他们的老把戏了。”我心里清楚，从小到大，只要我不顺着他的心意，他就总有各种各样的病来折磨我。可这一次，我心里还是涌上了一丝无法控制的不安。我没有回拨那个电话，我翻出通讯录，找到了住在同一个老小区、跟我家关系还不错的张阿姨的电话，拨了过去。张阿姨，麻烦您个事，能帮我去我家看看吗？我哥刚打电话说我妈心脏病犯了，我很担心。好嘞，小杨你别急，我这就过去。10分钟后，张阿姨的电话回了过来，她的声音带着笑意：“小杨啊，你妈没事，好着呢。我刚买菜回来，还看见她跟你大哥在楼下花坛边上说话呢，中气十足的，不像有事儿的样子。”挂了电话，我心中最后一丝对这个家的温情被彻底碾得粉碎。为了不还钱，他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拖延时间。果然，家庭群里很快就有了新动静。大哥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我妈脸色苍白的躺在沙发上，鼻子里还插着氧气管。看那崭新的设备，8成是提前准备好的道具。配文更是声情并茂：“二哥，妈被你气得心脏病复发，现在正在抢救。她要是有个3长2短，你就是杀人凶手。”三弟和三妹立刻在下面跟帖，一个说：“二哥你快回来吧，妈一直在叫你的名字。”另一个说：“钱真的比妈的命还重要吗？”一出年度苦情大戏，演得惟妙惟肖。我面无表情的将刚刚跟张阿姨那段通话的录音直接发到了群里，然后艾特全体成员。演完了吗？明天上午9点，我的账户上收不到钱，我的律师函会准时寄到你们各自的单位。尤其是大哥，你是国企中层干部，最重声誉；三弟媳是小学老师，最怕家长闹事；三妹你刚考上事业编，还在试用期吧，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最后，我甩出了一张和律师的聊天截图，上面是律师发给我的一段关于委托代购彩票中奖归属权的法律条款，每一条都清晰有力，别再试探我的底线。我现在不仅要我的23万，我对那100万也开始感兴趣了。9点过后，我的银行账户依旧毫无动静，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拨通了律师的电话。律师告诉我，要确保律师函的威慑力和法律效力，就必须将你这5年所有的证据链、转账记录、票据、账本、录音进行全面的整理和公证。这个过程最快也需要几天时间。别急，李先生，让他们先得意几天，我们准备的越充分，他们就输得越惨。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看看他们还会耍什么花招。我采纳了律师的建议，而就在我的律师团队紧锣密鼓的准备文件的这1周里，他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1周后，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告是我妈陈桂芳，诉讼理由是遗弃，要求我立刻履行赡养义务，并且每月支付她5000元赡养费，并承担她未来所有的医疗费用。他们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只要打赢这个官司，就能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高地上彻底将我踩在脚下，让我永世不得翻身。开庭那天，我妈在三妹的搀扶下，1步3晃地走上原告席，她哭哭啼啼地向法官控诉：“法官大人，您要为我做主啊！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
他现在出息了，当高管了，就嫌我这个老娘是累赘了。我刚从鬼门关回来，他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电话不接，信息不回，这是要活活逼死我啊！他声泪俱下，演得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哥和三弟则坐在旁听席，一脸悲愤，时不时的用眼神谴责我。轮到我方陈述时，我妈的律师得意的看了我一眼，我的律师则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我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法官，对于原告的指控，我只有一句话：颠倒黑白，荒谬至极。我非但没有遗弃原告，反而在过去5年承担了他全部的额外开销，包括2次重大手术的费用。今天我不想再争辩那些虚假的亲情，我只想算一笔明白账。我的律师随即起身，向法官提交了反诉申请。法官，我当事人的诉求有2点：第一，要求被告方，也就是当事人母亲以及连带责任人李伟、李斌、李丽共同返还当事人垫付的母亲5年来的生活费及医疗费，共计237218元。第二，请求法庭根据事实与证据，裁定那张100万中奖彩票的实际归属权。裁定那张100万中奖彩票的实际归属权。律师话音刚落，大屏幕上开始播放彩票店的监控录像，我妈掏空钱包的窘迫和我手机转账的记录清清楚楚。我冷冷地看向旁听席上的大哥，大哥，你看，妈那天连买张彩票的钱都没有，而你们却心安理得地分走了，用我的钱买彩票中的100万。大哥的脸瞬间涨红，紧接着是那本秘密账本，每一页都被清晰地展示出来。我念出其中几笔：给大哥儿子买金锁，给三弟女儿交学费。大哥，你儿子那个1万2的金锁是我给妈的生活费买的吧？三弟，你女儿8000块的钢琴课也是从我这儿出的吧？你们花的真是心安理得啊！铁证如山，看着大屏幕上一件件被展示出来的证据，我妈的情绪彻底失控了。她指着我，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开始撒泼大骂：你这个黑了心肝的，你不得好死！法官大人，你看看他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他这是伪造证据。法官一敲法锤，对他进行了当庭警告。旁听席上，大哥和三弟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难看到了极点。法官看向我妈，语气严肃地问道：原告，被告为你支付了近5年全部的额外开销和2次重大手术的全部费用，你中奖100万后，为何唯独没有给二儿子李阳分钱？我妈支支吾吾，眼神躲闪，半天憋出来一句：我忘了，他有钱，他不缺这点钱。没等他说完，我便冷笑着打断了他，面向法官：法官，您听到了吗？在他们眼里，我有钱，所以我活该付出，活该被遗忘，活该被当成提款机。可是凭什么我也是他的孩子啊？既然我的付出这么被糟践，今天就请法庭支持我的诉求，让这台提款机收回属于自己的本金和利息。最终，法院当庭宣判：1. 驳回原告刘桂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2. 判决李伟、李斌、李丽3名子女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共同返还李阳垫付费用，共计237218元。3. 关于100万奖金的归属权，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委托代购关系，但考虑到复杂的家庭关系，建议双方庭外和解。若和解不成，可另行起诉。判决书的每一个字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走出法院大门，大哥李伟和大嫂拦住了我。大嫂尖酸刻薄地道：李阳，你可真行啊，把自家人告上法庭，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为了几个臭钱，连脸都不要了。我懒得搭理，绕过他们就要走。大哥一把拉住我：小杨，你非要把事做这么绝吗？那可是咱妈。我回头看着他：绝！大哥，当初你们一家人和起伙来骗我要费，心安理得花我的钱，分100万却唯独忘了我的时候，怎么不说绝？现在跟我谈亲情，你不觉得可笑吗？记住，今天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判决生效了，但我的银行账户依旧毫无动静。他们选择了最无赖的方式拖。没过几天，我公司的内部论坛上突然出现了一篇匿名帖子，标题起的极具煽动性：为钱逼死亲妈的冷血男高管，现代白眼狼的真面目。内容添油加醋，把我描述成了一个为了贪图母亲100万奖金，不惜伪造证据，对簿公堂，逼得老母亲心脏病发的绝世恶子。帖子里还附上了几张我妈在法庭外哭得撕心裂肺的照片，角度抓拍得极好，显得我无比冷漠。帖子迅速发酵，评论区里说什么的都有，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复杂起来。部门领导把我叫进了办公室，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小李啊，论坛上的事我看到了，我个人当然是相信你的，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嘛。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舆论的影响很大，家里的事还是要尽快处理好，别让它影响到公司声誉，对不对？我一点都不慌乱，这泼脏水的手段，一看就是我那个好大嫂的手笔。我立刻请了假，没有去跟他们对线，而是开始收集我的武器。第一步，我联系了公司 IT 部门的好友，通过技术手段轻松查到了发帖的 IP 地址，地址正是我大哥家的。第二步，我直接将那篇匿名帖的截图、法院判决书、发帖 IP 地址的技术鉴定截图打包成一份证据文件。随后，我直接将这份文件以邮件形式发送给了我的直属领导，并同时抄送了公司 HR 总监和法务部，效果立竿见影。不到2小时 ，HR 总监亲自给我回了电话：公司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诽谤和网络暴力，论坛的帖子已被删除，并将发布公告澄清。领导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对我果决的处理方式大加赞赏。主要是我占理，这是公司出面硬刚闹大，对公司反而大有好处。接着，我把那份打包好的证据分别一不小心的发到了3弟媳妇学校的家长群和3妹单位新员工的工作群里。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说了。当天下午，3弟媳妇所在的学校立刻炸了锅，家长们纷纷质问学校，一个连自家老人都算计的家庭，怎么能教好孩子？3弟媳被校长约谈，差点被停职。当天下午，3弟的电话第一个打了进来，声音带着哭腔：哥，我错了，我们真的错了，都是大嫂逼我们跟着他一起闹的，我们一时糊涂啊！你快把那些东西从家长群里撤了，好不好？
好，我媳妇快被学校开除了，求求你了，哥。三妹在单位也一夜成名，成了同事们茶余饭后的议论焦点，走到哪都有人对她指指点点。没过多久，三妹的电话也来了，哭得更惨。二哥，同事们都在背后说我没脸见人了，我把钱马上转给你，你放我们一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第二天上午9点整，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237218元，一分不差，准时到账。收到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联系了昆氏的房产中介，用这笔钱在公司附近付了一套小公寓的首付。办完手续，我看着手里的购房合同，前所未有的轻松。然后我在那个死寂已久的家庭群里发了最后一条信息，我将公寓的购房合同照片和那份言辞凿凿的法院判决书再一次发了上去。然后我编辑了一段文字：钱已收到，从此以后我们4兄妹赡养责任均摊，每月初1我会准时把我那份赡养费打到妈的银行卡上，多余的一分没有，多余的一分没有。如有医疗费，按1/4出。另外，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那100万奖金的归属权，我已经咨询过律师，决定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条信息一发出，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家庭再次炸锅。我妈的电话像催命符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打来，我一个都没接。最后她发来一条长长的短信，用上了她这辈子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我，说要登报跟我断绝母子关系，说我死了她都不会掉一滴眼泪。我只平静地回了6个字：好，如你所愿。然后我拉黑了他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退出了那个令人作呕的家庭群。老婆林小举双手双脚支持我，我们开始兴奋地打包行李，准备迎接全新的生活。她一边帮我封箱，一边感慨：早该这样了，你就是心太软，被他们拿捏了半辈子。我笑了笑，是啊，幸好现在醒悟也不算太晚。到了昆氏，我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没有了家庭的内耗，我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很快就在新岗位上站稳了脚跟，并且因为出色的业绩得到了破格晋升。我走后，赡养母亲的责任终于实打实的落到了剩下那3个人头上。大哥家本来就不宽裕，大嫂本就对婆婆诸多怨言，现在更是天天因为柴米油盐跟大哥吵架。三弟花钱向来大手大脚，每月要他掏赡养费，就像从他身上割肉，每次都拖拖拉拉。三妹则以自己要存钱结婚为由，想方设法的克扣，连给妈买水果都要挑最便宜的。3家人为了今天谁家多出了一顿饭钱，明天谁家该买卫生纸，都能在电话里吵上半天。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后，我接到了大哥的电话，是换了一个新号码打来的，他大概是怕我直接挂断，一开口就语气急切：小杨，你先别挂电话。他支支吾吾地说：妈前几天去体检，查出来是糖尿病并发症，情况不太好，需要长期用药治疗，医药费是个大窟窿。他兜了半天圈子，最后才说到重点：你看你现在条件最好了，这个医药费你能不能多分担一点？我听着电话，声音里没有丝毫波澜。可以，所有正规医院的费用账单发给我，我核对后会把我该承担的那1/4准时打给你。听我这么说，大哥似乎松了口气。我紧接着补充道：对了，大哥，你最好别想着在账单上做手脚，我这边会请专业的审计核查每一笔费用。另外，也顺便提醒你们一声，别忘了关于那100万奖金归属权的官司，我的律师已经在处理了。电话那头，大哥彻底没了声音。我和林晓在昆氏的生活步入了正轨，我们很快卖掉了那套小公寓，换了一套更大的3居室，把一直支持我们的岳父岳母也接了过来。新家窗明几净，岳父岳母慈爱，林晓体贴，我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我常常在下班后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感到一种久违的安稳的幸福。原来挣脱了那个漩涡，生活可以如此美好。我以为过去的一切都将随着距离和时间慢慢淡去，直到半年后，我再次接到了3弟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无比疲惫和绝望。二哥，你回来一趟吧，妈快不行了。自从查出糖尿病，妈的身体就每况愈下，高昂的医药费成了压垮咱们3家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哥大嫂为了钱天天吵架，已经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我自己因为要负担妈的医药费，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你弟媳妇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扬言不解决这事儿就不回来。而三妹更是直接玩起了失踪。我们找她要钱给妈治病，她说她没钱，她说她要结婚，我们逼得紧了，她干脆手机关机，谁也联系不上了。3弟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二哥，现在只有你能救妈了。我沉默了片刻。哈人现在在哪？在13院住院部8楼807床。好，我知道了。我挂了电话，立刻订了第2天一早回去的机票。林晓不放心我，坚持要陪我一起。我们没有先去医院，我委托昆氏的私家侦探查了一样东西，拿到结果后，我才和林晓一起走进了13院。病房里只有我妈一个人，她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头发花白，面容憔悴，比半年前老了10几岁。看到我，她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一丝光亮，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杨，你回来了。我没有上前，只是站在离病床几步远的地方，平静地看着她。大哥、3弟、3妹呢？提到他们，我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别提了，都是一群白眼狼，没一个靠得住的。还是我的杨好，妈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她开始哭诉，说那3个孩子如何不孝，如何为了钱把她丢在医院不管不顾。她拉着我的手，一声声的忏悔。妈错了，杨，妈真的错了。妈以前是猪油蒙了心，被他们几个灌了迷魂汤。你才是妈的好儿子，你就是我唯一的亲儿子。我的钱以后都给你。我静静地听着，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可笑。等她哭累了，说完了，我才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妈，这是我给你找的养老院，环境不错，离医院也近，里面的费用我会承担1/4，剩下的我会找律师从大哥他们的工资卡里强制划扣。我妈愣住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养老院，杨，你要送我去养老院？我是你亲妈。我点点头，对，我是你儿子，所以为你养老送终，天经地义。但接你回家不可能了，亲情是银行。妈，你在我这透支太多贷款了。我看着他那张满是绝望的脸，又拿出了一样东西，是一份银行流水单。这是我查到的3妹的银行账户流水，她名下那50万一分没少。不仅
没少，他上个月还在昆氏的隔壁城市全款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写了他自己的名字。他所谓的失踪，所谓的要结婚，不过是怕你们找他要钱，演给你们看的一出戏罢了。我妈的眼睛猛地瞪大了，不可能，丽丽不会骗我的。我妈喃喃自语，脸色灰败，像是被人抽走了最后一丝精气神。我看着她那张绝望的脸，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妈，当初你们瓜分那100万的时候，但凡有一个人能想到我，哪怕只是想还我那5万块手术费，我们都不会走到今天。至于那笔钱的官司，我不会撤诉，我不仅要赢，我还要让你们所有人都记住，我李阳不是可以被你们随意吸血抛弃的工具，你好自为之。身后传来她绝望而悔恨的哭嚎，一声比一声凄厉。我没有再回头，决绝地走出了病房，然后我拿出手机，将那个曾经无比熟悉的号码彻底拉黑。大哥因为家事分心，工作上出了重大纰漏，被降职降薪。大嫂受不了这种日子，还是和他离了婚。三弟在丈母娘家抬不起头，那辆引以为傲的新车也因为还不起贷款，被银行拖走了，日子过得十分憋屈。三妹李丽虽然保住了那50万，却也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听说她后来找了个对象，却因为娘家这摊烂事，被对方父母强烈反对，最终也散了。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自私和贪婪付出了代价。1年后，昆氏的冬天下了第一场雪，我站在新家宽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银装素裹的世界。这1年，官司毫无悬念的赢了，法院最终将剩余的95万奖金判给了我。林晓从身后走来，轻轻地拥住我。在想什么？我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刚刚收到的银行到账短信，一长串的零清晰可见。我靠在他怀里，摇了摇头，没什么，就是觉得现在的生活真好。我靠着自己的决绝和智慧，打赢了这场翻身仗，赢得了新生，及时止损，挣脱原生家庭的枷锁，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而娶了林晓，选择一个尊重我、支持我，让我能成为我自己的人，则是这正确决定之上，老天给予我的最好的奖励。以后我会好好的活，将来若有儿女，绝不偏心。